大家好啊，我是 Liz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一次我回中国的时候，真的遇到了好多的亲戚们，很多都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。他们都挺好奇，就是我在新加坡的生活啊是怎么样的。所以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新加坡的吃喝住行，让大家在了解我的同时呢，也可以了解一下新加坡的生活环境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民以食为天，我相信应该没有什么人不喜欢吃美食的吧。那么呢，今天我就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些新加坡的美食，并且跟中国的美食进行一些对比，来跟大家聊一下新加坡和中国的饮食差异。当然啦，在视频开始之前，记得帮我按下面的小红心支持我一下哦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和所有人一样，新加坡人也特别喜欢美食，也经常会以美食天堂自居，也有人称其为美食联合国。新加坡也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国家，他们的饮食也受马来、华人、印度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影响。新加坡也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，中西方文化融合，所以在新加坡呢汇聚了当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，有中国菜啦、马来菜啦、印度菜啦、日本、韩国、泰餐、西餐、快餐都有。甚至连中国不同省份的特色菜系都能找到，比如说我的家乡菜湘菜，在新加坡也很受欢迎。所以说在新加坡你不用出国就能吃到各国的特色美食。新加坡和中国的饮食方面呢，还有许多不同之处，这些差异主要是受两国文化、地理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。就从菜系和口味来说吧，新加坡当地的美食比较有名的是辣椒螃蟹、黑胡椒螃蟹、海南鸡饭、炒粿条、咖喱鱼头等等哦。在这里说一下，其实海南鸡饭并不是来自海南的哦，是新加坡的特色，只是名字叫海南鸡饭而已，可能是海南人发明的吧。新加坡的菜色是各种口味都有，包括辛辣、酸甜咸味，在新加坡的美食中都非常的常见。有一类菜呢是除了在新加坡其他的地区比较少吃到的，那就是娘惹菜，英文好像是叫做 Peranakan。 娘惹就是马来族与华人的后代，所以娘惹菜就结合了两个民族的特色。他们的菜色比如说有娘惹椰浆饭啦，然后还有我最喜欢吃的那个娘惹的千层糕。如果您想要尝试各个不同地方的特色菜的话，我觉得娘惹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同样的，印度菜也可以去试试，尤其是如果您没有去过印度的话，可以在新加坡的小印度尝试一下比较正宗的印度菜。往往一个食阁一个小饭中心呢，就有各地各色的菜色。那我们说起中国饮食呢，也是很博大精深的，因为中国地域广阔，口味众多，每个地区的饮食差异都很大。比如说中国就有8大菜系，这8种菜呢就代表了中国不同地区的独特口味，每一个地方的都不一样。中国的食材比较强调于原汁原味，追求各种口味的平衡，包括酸甜苦辣咸。这次我回去啊，发现中国开了很多新兴的网红餐厅，就比如说我们长沙的那个费大厨，我觉得味道还是不错的。不过可能有一些长沙的本地人呢会觉得费大厨这个菜并不够辣，味道不够地道，但是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多的照顾了外地人的口味，所以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湘菜，而不会因为湘菜的辣而止步不前。这里我想对话一下那个费大厨的老板，如果他看得到的话，能不能在新加坡也开个费大厨啊？因为真的蛮好吃的。近些年来呢，来新加坡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，新加坡也开了很多中国的餐厅，比如说什么泰二酸菜鱼、炭鱼、杨国福、张亮麻辣烫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海底捞。有很多国内的餐饮进军了新加坡的市场，本地人对中国餐厅的呼声也很高。因为我觉得新加坡他们本地人的话也是比较喜欢尝试新的事物的。一般一个新的餐厅如果开在新加坡呢，大家都很乐意的去尝试，所以经常会需要排很长的队，然后爆满。所以来新加坡你们也不用害怕吃不惯本地的菜，你们可以随时去下馆子吃一些自己习惯的中国菜色。既然新加坡有这么多好吃的，天天在外吃，荷包也受不了吧？其实说真的，新加坡人普遍习惯外出用餐，很少自己在家里做菜，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节奏比较快，这样可以节省精力和时间。而且因为新加坡的天气很炎热，一般厨房里也没有空调啊什么的，大家也不愿意自己大汗淋漓的在那边做菜，
更何况新加坡的物价也不便宜，因为新加坡他们很多的菜都是进口的嘛，如果直接从商店里买，然后回家开火做饭，那个费用可能还比外出在食阁吃饭的价格要更高。更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新加坡的油烟机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，因为新加坡的建筑法规和环保法规规定，一些住宅区域禁止将抽油烟机的那个油烟排到屋外，以减少对环境和周围邻居的影响。如果大家都在家里炒菜的话呢，那个味道是久久不散。所以说，谁还愿意自己在家里做菜呢？最多也只是小煮一下，可能煮包泡面呐，或者说一点轻食。新加坡的食阁和小贩中心是一个典型的饮食场所，就像是他们的国民大食堂一样，里面价格低廉的食物很多。但是强调一下哦，价格低廉并不代表品质也低廉，因为新加坡的食阁是由他们政府管理的嘛，所以呢，每一间食阁都有一个卫生的标志，比如说有 A、B、C， 就是根据他们的清洁情况来进行一个标识，很明显的都会贴在他们的门口，让顾客一眼可见。因为是政府统一管理的，所以呢，租金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，所以他们的食物就是价格便宜，并且质量不错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新加坡，不论男女老少，都愿意在食阁解决自己的一日三餐啦。相比于中国呢，因为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区域嘛，然后每个区域会产各地的特色菜、地方菜。地方菜的价格就是既便宜又新鲜，所以我相信很多国人他们都愿意自己去菜市场挑菜，或者直接在网上订购菜送到家里，也很方便。从经济上考虑，虽然现在在中国的餐厅也越开越多了，大家的选择也越来越多，但通常相比于外出用餐呢，自己在家里做饭价格会更低一些，除非是想要去跟朋友啊、家人庆祝，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孩子的家庭，他们更愿意在家里自己做菜，因为大多数家庭都会觉得外出吃饭太过油腻，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健康，而且自己在家里做菜呢，第一食材新鲜，第二自己家的菜用料更放心。当然啦，现在在国内订外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，经常我在家里的小区就看到外卖小哥来来去去不间断的来送外卖，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菜，但是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国人，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挑菜选菜，享受那个烹饪的过程，尤其是现在还有一些预制菜、半成品已经调配好的酱料，更是大大提高了大家做菜的这个效率以及口味。所以说更多的国人呢愿意选择自己在家里做菜。那栗子姐姐，除了吃的还有啥喝的吗？有没有我喜欢喝的奶茶推荐啊？喝的嘛，那当然有了，只要你想得到的，这边都有。新加坡的本土奶茶有 LiHo， 然后还有一些别的品牌，比如说 Playmate 啊，这个奶茶超级好喝，强烈推荐。因为他们是以各种口味不同的珍珠而比较出名的嘛。我最喜欢喝的是他们的菊花茶，加上粉红仙人掌的那个珍珠，那个超级好喝。除了这个品牌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国内来的品牌，比如说喜茶呀，然后还有霸王茶姬，还有蜜雪冰城呢，还有其他的本地品牌，比如说以性价比著称的 IT。更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咖啡文化，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或者中年人想要去跟朋友在外面聊天，他们一般都喜欢在老式的咖啡店或者说食阁点一杯咖啡，然后一聊就可以聊一下午。新加坡的老式咖啡点单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，比如说 Kopi 就是他们的咖啡，然后有 Kopi C 咖啡加糖 Kopi O。 除了咖啡之外呢，还有茶，比如说 Teh 就是他们的奶茶，有 Teh、Teh C 等多种变化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，我下次就可以出一期教大家如何在新加坡点咖啡或者说点茶的视频，想看的话就记得留言给我哦。当然啦，年轻人呢也更愿意去打卡一些网红的咖啡店，因为新加坡天气比较炎热啊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去一些室内的咖啡店，因为有空调嘛。相比于新加坡呢，中国的茶文化就更加历史悠久了。茶被视为国饮，
红茶、绿茶、普洱茶等各种茶类在中国饮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据我不多的观察，似乎中老年人更喜欢喝纯粹的茶，而年轻人更偏爱一些各式各样的奶茶。比如说我们长沙的茶颜悦色，经常就是大排长龙，所以我经常去一些非景点的地方去喝茶颜悦色。我之前是一直 get 不到茶颜悦色这个好喝的点啊，但是我这一次回去我一喝，它确实跟普通的奶茶、跟经典的奶茶不一样，它的那个味道更加的轻，茶香味更浓。当然除了茶颜悦色以外，还有那个 COCO 的他们家的奶茶是我最喜欢的一款经典奶茶。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，也有更多的年轻人养成了喜欢喝咖啡的习惯，咖啡也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开始兴起。现在也有更多的年轻人啊，上班族啊，他们喜欢去买咖啡，说是要为自己续命。顺带一提哦，新加坡的水果也是蛮多好吃的，尤其是热带水果，比如说榴莲。猫山王榴莲真的比泰国的金枕榴莲要好吃太多了。当然了，新加坡自己他们是不产榴莲的，大多好像是从马来西亚进口的。榴莲包括有我们熟知的猫山王，然后还有红虾、金凤竹角、D24等等。大家如果是在榴莲季来的话，也可以一饱口福哦。当然啦，榴莲对于大家来说，可能有些人特别喜欢，有些人避之不及，那就看大家各自的喜好啦。总之呢，新加坡和中国的美食那是各有千秋，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和丰富的传统，有差异肯定是正常的。不过对于吃货来说，当然是好吃最重要啦。好啦，今天跟大家介绍新加坡和中国的饮食差别呢，就到这里咯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，或者说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哦，我一定会认真观看你们的留言的。那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